这座高高的水上木楼不是给人住的，而是给鱼住的。这是越南湄公河上的一种传统的养鱼木筏。木楼的水下有7到9米不等的养鱼网箱，网箱之下是很多鱼虾的藏身之处。捕鱼时需要几个渔民同时潜入水下木筏，互相配合拉网作业，才能捕到鱼。这种在木筏底部捕鱼的工作被称为拉木筏，已在越南的湄公河上传承了3个世纪。湄公河是世界9大河流之一。5月，雨季和旱季交汇，湄公河水域呈现出深蓝色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越南安江省新州市的河滨景色格外迷人。渔民范文泉的渔船沿着湄公河顺流而下，向着20公里外的同塔省洪武县进发。今天，他要和另外2个渔民在湄公河的支流钱江航行1个多小时，抵达距离柬埔寨边境约15公里的清水村，去拉木筏。渔船停在木筏的旁边，3个人分别潜入水下的木筏底部，准备分工合作捕鱼。这种大型的水上木筏其实是湄公河上的养鱼网箱。很多养殖户建造这种鱼筏养鱼赚钱，有的甚至同时拥有数十个木筏。这种木筏一般会建在水流清澈、水势比较强劲且距离岸边较远的地方，这样能为高密度的鱼苗提供足够的氧气。标准木筏的尺寸为8米宽、12米长，在水下深度一般为7到9米之间。因此，想要深潜到筏底会比较困难。筏底的腋下位置也被称为筏线，这里既能吃到养殖网箱中掉落的饵料，又是理想的藏身之所，因此总会聚集着大量的野生鱼虾。经验丰富的渔民常冒生命危险，潜入水流湍急的筏底拉网捕捞。这种危险作业促生了一种独特的渔民职业——木筏渔民。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。首先需要潜入水下，在又宽又深的筏子下小心谨慎地放网，并用长竹竿来拽网、拉网，所以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安全高效的捕捞。浑浊的河水、强劲的水势、冬季的低温，都在加大这份工作的风险。但为了温饱，很多渔民不得不潜入危险的鱼筏下工作。据了解，这种职业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，帮助无数渔民家庭解决了生计问题。在捕捞完渔获后，渔民们通常会捡出一些价值较高的鱼留给筏主，以感谢他们的慷慨相照。其余的渔获则会被拿去卖钱，收益可用于支付往返的油费，糊口养家。农历5月左右的虾鱼资源比其他月份更丰富，是捕鱼的黄金季节。今天，范文泉的捕鱼小队在30分钟内就捕到了大约30公斤鱼，包括鲢鱼、鲶鱼、纯蓝鱼等多种鱼类，而其中体重在3公斤以上的会更为畅销。现在，
范文全将和同伴们来到今天捕鱼的第2站，位于同塔省洪武县的长乐乡。它位于湄公河在越南境内的一个支流，这条河道全长约250公里，一直从柬埔寨边境蔓延到东海交汇处。停船后，范文全和2个同伴首先选择从水质清澈的地方开始下潜，这样更便于拉网。他们同时跳入水中，沿着一个方向游到鱼筏边缘，然后拉着网沉入水底。接着，需要1个人返回船上照应水面情况，另外2个人继续在水中布网。几分钟后，开始慢慢收网。这一次，渔民们捕获到了鲶鱼、巴沙鱼、巨型淡水虾、鲫鱼、泥鳅等等。其中巨型淡水虾和泥鳅最能卖出高价。鱼的价格早上下跌，晚上上涨。渔民们有时忙活一天只能赚到40-50万越南盾，根本不够生活。这里是越南后江省范志县的阮文淳村，位于湄公河流入越南境内的第2大支流，全长约200公里，养活了沿岸的许多渔民，包括渔民汤姆一家。今天，汤姆满载着一船渔货，来到了猪肚市码头。除了这条3-4公斤重的大鲶鱼，他还捕获了7条2到3公斤的鲶鱼和一些巴沙鱼、鲢鱼等，这些都是用拖网的方式在筏底捕获的。他住在安江省阜新县，每天都要航行10多公里才能来到后江。安江省有着悠久的筏业养殖历史，河上落着数千个渔筏，但想从水流湍急的筏子下方捕捞大鱼，难度却很高。前江和后江的农历5月同样繁忙，每天汤姆和同伴去往各个渔村捕鱼。20多年来，他一直以捕鱼为生，吃了不少苦。通常情况下，他每天能轻松捕捉到10到30公斤的鱼。鱼的销路不错，但收入并不丰厚。一只小船每天大约能赚到30万越南盾，扣除成本之后才是每天的实际收入。而这笔钱远不能让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。汤姆和朋友杜岩已经合作捕鱼数10年，尽管吃苦，尽管有时他们会因为捕不到足够的鱼而失望，但因为更加热爱自由，很多渔民还是选择了这种清贫却不受拘束的人生。湄公河支流的一处河岸上，密集的房屋和养鱼木筏构成了生动的水乡景观。此刻，河上的范文全正和同伴们拉上1网兜鱼鲜。这是他们今天进行的第5次拉网作业。这条刚刚捕获的大鲶鱼，预测重量约5.7公斤。几十年如一日的拉木筏，让范文全和同伴们的足迹遍布各处。如今已是当地布网技术高超的捕鱼达人，曾一网拉出过100到200公斤的渔获，被传为佳话。多年来，阮文全积累了一个捕捞的小秘诀，
就是越远处的渔筏打捞，鱼虾就越多。洪水时节，水位上涨，有时他们甚至要在视野不清的浑浊河水中游过桥梁和田野，这比平常季节难得多。此刻，范文泉的小船移动到另一个渔筏下面，它的筏基下方深度约8米，宽约8米。所有人都使尽全力深深吸气，然后拉着渔网的脐带缓缓下沉到渔筏的平台之下。脐带的移动速度代表着渔民们下潜的速度和距离。在水底下布好网后，需要有人先回到船上与水下的渔民打配合。捕鱼的拉网一般约重12公斤，每一轮大约会持续3分钟左右。今天，他们陆续捕获到了一些鲶鱼和巴沙鱼。斤数大的鲶鱼是价值很高的鱼类，每公斤售价在30万越南盾左右。每天捕获3到5公斤，就能获得不错的收入。现在，船继续穿过湄公河湍急的水道，带着新鲜的高品质渔获，驶向同塔省洪武县境内。今天，范文泉的捕鱼小队迎来了丰收，捕到了很多肉质细腻的鱼种，比如鲶鱼、鲤鱼、小黄鱼等。只要每条在200克以上的鱼，售价能达到每公斤30万越南盾。河面上，一群工人正在修理一艘宽6米、长12米的筏子，筏底深度约6米，它像一栋高楼，比一般的房子面积还要大。筏子的主人是索伊村的渔民养殖户龙。如此高的渔筏很容易发生事故，必须每7到8年就需要大修一次。渔筏之上的每一根木头和梁柱需要工人检查加固。渔筏之下，筏基下的木头支架需要反应灵敏的潜水者来修复。潜水人员不仅要记住筏底的位置，还要避免在修理时被强劲的水流带走，被破碎的渔网缠绕，并且要随时留意水流中突如其来的罐子、碎木头。因为危险和艰苦，现在年轻一代很少从事类似于修补渔筏或潜水捕鱼的工作。此刻的河上格外热闹，渔筏上，工人们正在修补。鱼塘里，鲶鱼们在水中沸腾。渔船上，渔民们忙着收网。从早上到中午，范文泉的船舱现在游满了鱼。今天，他们捕获了大约5、6、10斤鲶鱼。大的一条都有4、5公斤。回想前些年，一天赚个7、800万越南盾的光景也是有的。渔船上已经快40岁的发动机正在卖力地贡献着自己的力气。它连接着一根呼吸软管，是潜水的同伴唯一的供氧设备。一旦出问题，水下的渔民很可能就会被困在河底。其实并不是每一次拉网都会得到预期的回报。比如今天渔网拉上来的时候，里面就是一堆巨大的树枝，这也是让渔民们最头疼的礼物，因为它很容易损坏珍贵的渔具，因此一定要小心伺候。
中午12点是渔民们的午休时刻，他们头顶蓝天白云，满载着渔获乘风而归。看着两岸渔筏悄无声息的倒退，心情无比惬意。他们期待船舱里新鲜的渔获能卖个好价儿。很少有人能真正感同身受木筏渔民们的苦楚。那一苍苍鲜美的鱼，是用多少汗水和危险换来的？但勇敢的渔民们却会一直坚持下去，为了自由和生计，每天浮沉在湄公河的竹筏之下，潜水、拉网、捡鱼，天天年年，周而复始。这里是极鹿，真实记录世界每一个角落。感谢关注。